商小飞看向海玲，确定周家人真的是过来叫上母子俩一起春游的。商小飞板着的俏脸才有了笑意，那笑也是给洋洋的，可不是给周家人。他看到周家人就生厌，洋洋想去动物园玩，那表姨就陪着洋洋去玩。商小飞很爽快地答应了小外甥的邀请。洋洋现在还不懂父母离婚的事，海玲又是个心善的，对钱婆家再不满，也没有在洋洋面前说周红林的坏话，怎么说都是亲父子俩啊，让洋洋记恨自己的亲爸，对洋洋没有好处，反而会影响了洋洋的成长。半个小时后吧，海童姐妹俩带着洋洋坐着商小飞的车子前往动物园，站役安排着，跟随海童的2名保镖则是开着一辆保镖车，默默地跟随。那周家人是分成2辆车，跟在保镖车的后面。叶佳妮一路上都在叨叨唠唠的，说着周红林是我们想和洋洋培养一下感情，你妈还叫上你姐一家子过来，现在洋洋又叫了那么多人，哎，你看看啊，我们还有机会和洋洋亲近吗？有海家姐妹俩在，洋洋自然是亲近她的妈妈和小姨的，她这个后妈靠边站，还要站得远远的。周母在车后座听到叶佳妮的唠叨，说道：“我叫上你姐一家人过来玩，又不花你的钱，你不喜欢？离他们远一点便是，一路上叨叨个没完没了。”叶佳妮扭头说道：“妈，记住你说的话，可别让他们花红林的钱，他们现在比红林有钱多了，花红林的钱又不是花你的钱，你现在花的还是我儿子的钱呢。”那周母最不满的就是儿子把经济大权交给叶佳妮，我和红林是夫妻，他的钱就是我的钱，那你的钱也是红林的钱，怎么不见你掏钱出来装修婚房？你以前上班收入也不低呢，你的钱都给了你娘家妈吧？要你管啊！我自己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败家娘们呐！婆媳俩眼看又要闹起来了，周红林头痛地叫喊着：“佳妮，你就少说2句吧，那是我妈，你让一让她老人家，不要老是针锋相对。现在我们是去春游啦，是去玩，要开开心心的。”叶佳妮委屈地道：“老公，你偏着你妈，这本来就是你妈不对，我们一家人一起春游不好吗？非要叫上你姐一家人，你姐最会占便宜的了。今天的开销必定是我们出的，也就是出点门票钱，能花多少钱？好了，别说了。”周红林是真的烦了。叶佳妮委屈的闭嘴，她赌气的看着车窗外，没有再和婆家人说话。到了动物园，停好车后，叶佳妮都还冷着脸不说话。要买票入园，她也不掏钱。周红林要帮姐姐一家子买票，她自己掏钱。反正别想从她这里掏到钱。海童就一行人就没有周家人这么多的矛盾。他们先买了票，带着洋洋进了动物园。洋洋很开心，进了动物园，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像脱缰的野马，都不用妈妈牵着了，撒腿就跑，跟着其他小朋友奔跑。看到有人赶着马车过来，洋洋看得惊奇极了。洋洋，别跑那么快，也别乱跑，要和妈妈小姨一起哦。海童追上小外甥后，拉住了洋洋，叮嘱着洋洋，这么多人，你这么小，很容易就被冲散的，到时候会看不到妈妈和小姨的。洋洋现在听不进小姨的话，他看到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了，兴奋地道：“小姨，去那里玩吧。”然后他挣脱海童的手，又往前奔跑而去。海童只得继续追赶着小家伙。动物园里很多人啊，像洋洋这种小朋友也挺多的。海童无心欣赏动物园的风景，他跟着洋洋跑就足够他累的了。洋洋天天跟着妈妈一起看店，忙完后，妈妈又会带他回家休息，压根没有时间带着他出去玩。此刻能出来玩，孩童贪玩的天性暴露无遗。还好海童是练过拳脚功夫的人，不论是体力还是脚程都能应付得过来。海玲呢，因为长期跑步减肥，体力也练得很好，就是商大小姐鲜少这样逛着走的路多了，
脚底生痛。至于周家人，早就不知道被他们甩到哪里去了。洋洋玩得开心，在儿童游乐场玩得满头大汗，把适合他玩的项目都玩了几遍，才被他家小姨抱着去看动物们了。动物园太大，逛完了鸟类区，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就一行人挑了一家餐厅吃饭。爸爸呢？洋洋这个时候才想起他爸爸。海玲笑道：“你跑那么快，早就把你爸爸甩掉了。”洋洋四处张望，真的不见爸爸。他说道：“妈妈，你打电话给爸爸呀。”海玲装模作样的打电话，其实并没有打给周红林。然后他哄着儿子：“你爸爸和你爷爷奶奶在其他地方吃饭了，等会儿就能看到他们来。”洋洋信了妈妈的话。周家人现在已经走在海童等人的面前了，因为他们舍不得让任小宝在儿童游乐场玩，没有被耽搁时间。叶佳妮和周红林闹了矛盾，赌气地甩开了周家人，自己走着。周红林破天荒的没有跟着哄他，让叶佳妮觉得果然是得手了就不宝贝了。两个人还偷偷摸摸的时候，周红林对他是千依百顺。等到他转正了，成了周红林的妻子后，那渐渐的呢，叶佳妮察觉到海玲以前承受的，她都开始承受了。她现在就是以前的海玲，而现在的海玲确实越来越轻松，不用再伺候婆家一大家子，主要是不用再受婆婆和大姑姐的气，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也不会有人说了，过得也是自由自在的。第一次，叶佳妮后悔了，后悔插足周红林和海玲的婚姻。她以为她嫁给周红林肯定能过得比海玲好的，结果现实打了她的脸。两个人现在还没有举行婚礼呢，周红林对她似乎就不如以前了，她还为了她跟娘家人闹得也不愉快。有人碰了她一下，让她差点就跌倒了。你走路不带眼的吗？叶佳妮冲着那个男人骂了句。看到对方戴着黑色的口罩和黑色的墨镜，叶佳妮有点慌。对方低声地说了声对不起，然后迅速地往他的手里塞了一张字条。叶佳妮就死死地捏着那张字条，不敢当众打开来。她四处张望，到路标知道附近有洗手间，她顺着路标的指示找到了洗手间。进了洗手间后，她赶紧打开字条来，字条上面写着：海洋馆表演的时候，我们会制造动乱，趁乱抱走那个小娃。你的任务是把他们引进海洋馆。叶佳妮完后就把字条撕碎，然后用水冲进了下水道。他以为那么多人跟着，海童甚至带着2名保镖，那些人不会动手的。没想到啊，他们不放弃，打算在海洋馆表演的时候呢，趁机动手。他们能成功吗？他现在都不和周家人一起，更不要说海童姐妹了。叶佳妮从洗手间出来，就打电话给周红林，让周红林发了定位给他。他压抑着脾气与周家人会合了，又让周红林问海玲在哪里了，知道海玲还在他们后面呢。饭后呢，叶佳妮很坚持的要在餐厅附近等着海玲等人到来，说要一起去海洋馆表演。进了动物园玩的人，很多人都会去海洋馆表演的。那海童一行人也带着洋洋进了海洋馆。洋洋，任小宝今天玩的也很开心啊。小宝哥。洋洋礼貌的叫了任小宝一声，任小宝走过来，要和洋洋坐在一起，还不停的和洋洋说着到了什么动物。大人们干脆就让2个孩子坐在一起。鉴于任小宝一向欺负洋洋，海童特意坐在洋洋的身边，海玲就坐在洋洋的后面着。站家的2名保镖也坐在不远处，他们不表演，而是警惕地四处张望。叶佳妮也没有什么心思表演，她很紧张，时不时就像洋洋，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成功啊？洋洋落入他们的手里，会不会受到伤害？动物园虽然人多也大，他们得手后能不能跑出动物园？他们什么时候制造动乱呀？站家的保镖警惕性，好强呢。总之啊，叶佳妮如坐针毡。那表演进行到一半，大家都得很投入时，
人群后面忽然传来了吵架的声音，由于动静太大，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扭头去。是有2伙人不知道什么原因闹了矛盾，吵得不可交的。有1伙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容易冲动，跟几个大妈吵不过，竟然动手打人。这一动手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大妈也不是吃素的，战斗力非常强大，2伙人打了起来。2伙人都很多，这群架打起来容易殃及鱼池。然后无辜被打的人也恼了，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打群架，大家表演都不了，就着那些人打架。也有很多人怕被殃及鱼池，赶紧避开。大家避得太急，难免有碰撞，有推搡，然后吵架的人就更多了。海洋馆里顿时乱成一团。叶嘉妮更紧张了。意识到这是那些人说的制造的动乱。他向洋洋、战家保镖在动乱一起，马上就护着海童姐妹俩还有商小飞撤出海洋馆。海玲紧紧地抱着儿子，叶嘉妮见洋洋被海玲抱着，战家保镖还护着他们撤出海洋馆，就知道计划要失败了。小宝，小宝！周红英的尖叫声忽然响起，叶嘉妮一回神，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竟然抱着任小宝跑了。她傻了傻眼，哇，对方抱错人了。老公，红林，快追！那个人抱走了小宝。周红英顾不得热闹了，边想追那个抱走任小宝的男人，边大声叫喊着丈夫和弟弟。周家人发现任小宝被抱走，拼命的想追赶，无奈人太多，他们一时追不上。抢孩子呀，有人抢孩子了，就是那个高大的男人，就是他抱走了我的孩子。周红英就急坏了，脸色都白了，她挤不出人群，急得她大喊大叫。听到有人趁乱抢孩子那些带着小鹏进来表演的家长们赶紧抱紧自家孩子，拼命地往海洋馆外面跑，这下子场面更加的乱。那也有好心人呢，想帮着周红英救回孩子。那个男人抱着任小宝就跑得太快，似乎有人有意无意地给他开路，让他迅速地跑出了海洋馆。海童，海童，他抢走了小宝，快帮我救回小宝！周红英挤破头挤在人群中，见到了海童他们，她声嘶力竭地冲海童姐妹俩叫喊。不管过去矛盾多深，在遇到这种事时，海童不可能坐视不管，任由拐子佬拐走任小宝的。不过他没有亲自去救任小宝，而是让2名保镖去追赶那个男人，把任小宝抢回来。谁知道2名保镖一去追赶那个抱着任小宝狂奔的男人时，抱着洋洋的海玲忽然就感到有一股大力正在抢夺她怀里的儿子。海玲反应快，死死地抱着儿子不松手。海童一回头就到有人要抢走姐姐怀里的洋洋，他想都不想，猛地飞起一脚，踹向那个黑衣男子，逼得对方放弃了抢洋洋。那商小飞呢，也帮着海玲一起紧紧地护着洋洋。姐，我们马上离开了。海童觉得动乱有点古怪，他和商小飞2个人护着海玲，抱着洋洋赶紧离开现场。因为海洋馆的动乱早就有人报了警，动物园的安保人员最先赶到的。不久后，附近的派出所也派来了人，哇，来了好几辆警车。海童不管这些他只想带着姐姐和外甥马上离开动物园，太危险了。周家人呢，则在哭天喊地，说他们家的孩子被抢了。暗中跟着保护海童的2名保镖，在海童姐妹俩和商小飞一起撤离现场时，就现身了。他们保护着3大1小离开，策划这一起动乱的幕后黑手。到站家竟然有2名两岸2批人保护海童这个大少奶奶。就算他们调虎离山之计很成功，想抱走洋洋却是无法再实施的了。海童本身就会功夫那还有站家的保镖保护着，而且警方也来了。他们现在只想着逃离动物园，不敢再继续计划。在2名保镖的保护下，海童等人安全地撤出了动物园，回到了商小飞的车上。海玲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哇，她都不敢想那后果。要是呢，她这松了一点力道，
儿子就要被人趁乱抢走了。上了商小飞的车后，海玲都不敢松一下手，死死地搂抱着儿子，一张脸煞白煞白的。那海童也是后怕不已啊。商小飞打电话给大哥，等大哥接电话后，他说道：“哥，安排我们家所有保镖，赶紧来管城野生动物园接我们回去。”哇，出大事了，有人抢孩子啊！洋洋差点就要被抢走了，我现在都不敢自己开着车回去，怕半路上还有人拦车抢孩子呢。商小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又乱又充满危险的事情。别看他平时很嚣张，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刚刚洋洋差点被抢走，他也吓得腿软。要是洋洋被抢，当时又乱又多人，他们很难追上拐子佬，洋洋就会。商大小姐想着，脸色也惨白惨白的。现在她手脚也在抖，一时间无法冷静下来。此刻她是不敢开车上路的，怕出事。什么呀？洋洋没事吧？我马上带人过去啊。商无痕听说洋洋差点被抢，也吓了一大跳。不管他等会儿要开重要的会议，边走出办公室，边打电话给自家的保镖，叫上所有保镖们一起前往动物园。而暗中保护海童的2名保镖早就联系战印了。海童在冷静下来后，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战印。在商无痕带着保镖团赶来之时，战印也带着保镖团开着车匆匆地赶往动物园。洋洋，海童摸着洋洋的后背，安抚着姐姐的情绪。姐，没事了，没事了。他差点就因为大意之外甥于危险之中。我要不是力气大，洋洋就要被他抢走了，他力气也很大的。海玲不停地喃喃着，她庆幸自己因为减肥一直锻炼身体，又忙着开店的事，天天干活，力气比以前大了很多，才能抱紧洋洋。彤彤，幸好你会功夫。海玲又万幸妹妹练过功夫，发现不对劲后，妹妹一脚就踹向那个男人。对方发觉抢不走洋洋后，就逃命了。海童抱过了洋洋，小家伙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他很安静地放任妈妈抱着他。被小姨抱着后，洋洋问着小姨：“小宝哥哥怎么了？”“没事，洋洋别怕。”海童摸着外甥的头，柔声说道：“会没事的。”现在海童对战印充满了感激，要不是战印安排一明一暗的保镖保护他，今天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他说道：“以后遇到那种热闹，最好不要看热闹，最容易出事了，特别是带着孩子的家长。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周家人当时呢，就是顾着看热闹，没有顾及到认小宝，才会导致认小宝被抱走。虽说马上就发现了，但当时场面太乱啊，拐子佬又是团伙作案，凭着周家人的能力，根本就不回认小宝。海童不计前嫌，安排了2名保镖去救认小宝，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彤彤，现在我们安全了，你让他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把认小宝救回来。周红英是很可恨，她却是一个母亲，我也是当妈的人，我的洋洋也差点被抢了，我能体会到周红英此刻的慌乱及痛苦。海玲让妹妹再安排2名保镖进去帮忙寻找认小宝。大家一起来的，也不能真的放任不管。最后，海童留下1名保镖在车上守护着海玲母子俩。他和商小飞带着另1名保镖准备重新进入动物园，帮忙寻找认小宝。在动物园入口处，看到了去救认小宝的2名保镖，抱着认小宝出来了。大少奶奶，2名保镖抱着哭喊要妈妈的认小宝走到海童面前，把认小宝往地上一放。头痛的到大少奶奶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叫他们来接他，太吵了，哭了一路。童姨，认小宝是被吓哭的，他没有见过战家的保镖，先是被陌生人抱着奔跑了一路，后来被救回来后又是陌生人。他平时在熊也还是个4岁大的孩子，被吓哭很正常。海童是他认识的人，看到海童，他马上就紧抱着海童的大腿，要海童抱他。没事了。海童很不喜欢小宝，
此时此刻也不得不安慰一下这个熊孩子。然后他打电话给周红林，等周红林接电话后，他说道：“任小宝贝就回来了，现在动物园门口，你们赶紧出来。”周家人因为任小宝被抢，哭天喊地的，周母都晕了一回，被掐人中醒来后，就和女儿一起哭天抢地。周红林和姐夫胡乱的找了一通，压根儿不知道抢孩子的人跑到哪里去了。接到海童的电话，他大喜，连声道谢然后就赶紧通知姐姐夫妻俩。那在战印和商无痕同时带着保镖团赶到动物园时，周家人也出来了。小宝，周红英看到小儿子失而复得，疯似的扑过来，一把抱住了儿子，嚎哭起来。任家姐夫见到儿子好好的，松了口气。周母和女儿一起抱着小外孙，哭个不停。好一会儿，周红英扭身就扑通一声，跪在海童的面前，朝海童叩头道谢。他感激的道：“海童，谢谢你，谢谢你让人救回了小宝，谢谢你。要不是海童带着保镖，要不是海童不计前嫌，让保镖去救小宝，他的小宝就没有了。多少被拐卖的孩子，家人穷极一生都找不回来。海童让人救回了小宝，也是挽救了他的家。周红英这个人很极品，还是海玲的大姑姐时，老是离间周红林和海玲的关系。用海玲的话说，她还是一个母亲，当妈的女人，绝大部分都是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的。为了孩子，当妈的人能上刀山下火海。你快起来呀，快起来！海童连忙把周红英扶起来。这种事谁遇到了，能帮的都会帮的。你以后看好孩子便是，很多孩子出事，往往是家长看顾不周导致的悲剧发生。周红英抹着泪，后怕地道：“我以后再也不看热闹了。”海童，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周家人也连声向海童道谢。彤彤，战印带着保镖团小跑过来，商无痕也带着一班保镖小跑而来。洋洋呢？战印神情严肃，又关心地问道：“洋洋没事吧？”海童答道：“我姐抱得紧。”我又迅速手踹了那个人一脚，他就放弃了抢洋洋，逃跑了。他扭头看向商小飞的车子，说道：“现在洋洋还在小飞的车上。”通过海童和战印的对话，就周家人才知道洋洋也差点被抢了。周母又是哭喊着要去看他的孙子，海玲在这个时候才敢牵着洋洋下车。洋洋，洋洋，周母一把搂抱着洋洋，确定孙子是真的没事了。他哽咽的道：“还好，你没事，还好。”奶奶，洋洋叫了周母一声，见老人家脸上有泪，小家伙还抬手帮周母擦了擦泪。周母没有带过洋洋，但洋洋是他唯一的孙子，说他不疼那是假的。洋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周母感动不已，又是搂着洋洋哭了一回。那周家人也都围过来：“妈，别哭了，都没事了。”周红林安慰着母亲。周母站起来抹了一把眼泪后，扭身就是推了儿子一把，指责着儿子：“都是你们俩，要不是你们说要带孩子来动物园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幸好洋洋叫上了海童跟着，否则你要不是洋洋的亲爸，小宝的亲舅，我都要怀疑你是故意带着孩子来动物园被人抢的了。”那周母指责的话呢，让叶佳妮脸色白了白。在周母瞪向他的时候，他就难堪辩解：“妈，我也是想和洋洋亲近亲近，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想的。”周母狠狠地瞪了他几眼，觉得他就是个扫把星。自从儿子娶了叶佳妮后，干啥不顺，那连带洋洋出来春游，都还会遇到抢孩子的团伙作案。那么多人的场合下，那些人都敢动手抢孩子，简直是太猖狂了。叶佳妮难堪的低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周红林心疼老婆了，替老婆说话：“妈，这就是个意外，我们谁也不想这个意外发生。带洋洋来动物园玩，是我早就和洋洋说好的，
你怪佳妮做什么？你就护着她吧，有你后悔的时候。周母瞪着儿子，姐，我们回去吧。海童懒得看周家人的吵闹，他对姐姐说了句，然后上前2步抱起了洋洋。战印从他怀里抱过了洋洋，姨丈。小家伙被战印抱着后，还很开心地和战印分享他在动物园看到的动物，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战印亲了亲小家伙一下，宠溺地道：“以后洋洋想看动物，姨丈陪着你来，有他在，谁敢动洋洋？今天这样的事，一般人看着像是意外，战印和商无痕都就觉得像是阴谋，连海童都觉得不对劲，他们只是没有当着大家的面把怀疑说出来而已。好，洋洋今天玩的还不够尽兴的，在海洋馆里的表演，他就觉得很好看，可惜还没有看完就被妈妈抱着出来了。战家的保镖像2排士兵一样，分成2列站在劳斯莱斯前面。战印抱着洋洋和海童一起上了车，海玲主动上了保镖车，没有跟着妹妹一起。商小飞则是坐着哥哥的专车，他的车子让保镖帮他开回去。很快2位大总裁就在保镖团的护送下离开了管城野生动物园。那在他们离开后，叶佳妮才松口气啊，她真怕大家都怀疑到她的头上。路上，海童对丈夫说道：“战印，今天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好像是一起大阴谋。他们先是制造动乱，造成人员混乱，然后就趁机抱走孩子。任小宝当时没有大人抱着，他们趁乱抱走任小宝，像是一般的拐子佬，但是洋洋被我姐抱着的。他们居然还敢来抢洋洋，这让我觉得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抱走洋洋。说不定他们抱走任小宝就是调虎离山呢。因为我一直带着保镖，有2名保镖在，他们不好下手，然后他们就抱走任小宝。虽说我不喜欢任小宝这个熊孩子，但当时那种情况我不可能见死不救的。我让2名保镖去救任小宝，我们身边就没有人保护了。虽说我们都是大人，但是3个弱女子，他们动手抢洋洋的话，我们反抗的力度就会小很多，那样他们成功的几率就大得多了。而且混乱时，有些家长没有及时抱着自己的孩子，导致小孩子自己乱跑的。那些人并没有趁乱抱走其他孩子。海童不想那样多心，可他就是忍不住多心，总觉得今天的事情就是一起大阴谋。战印神情严肃，他想了想后说道：“听你这样说，是觉得不太对劲，我会让苏南去调查调查的，针对洋洋的可能性很小。”他看着海童，海童秒懂是针对我或者针对你的。战印低沉的道：“针对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洋洋是你的亲外甥，由你一手带大，你们姨甥俩的感情极深，要是洋洋出什么事，就像要了你的命一样。当时洋洋若是被抢走了，你追不追？肯定追的呀，说不定就是利用洋洋把你引过去，真正的黑网张开等着你呢。”战印表情是越来越严肃。海童一向与人为善，鲜少得罪人，与他不对盘的也就是他的老家人，但海家人没有这个本事。那除此之外，就只有宁太太母女了。宁二小姐还在拘留当中呢，宁总和宁太太夫妻俩也在战印的人暗中监视之中。夫妻俩为了赎出他们的宝贝女儿，正焦头烂额呢。就算他们恨极了海童，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就策划出这么大的阴谋并实施了，除非他们很早很早就在策划了。但海童和宁家母女俩结怨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不是针对海童的，那就是想利用海童来对付他战印。战印更偏向后者。他在管城呢，虽说如同土皇帝一样，除了商无痕跟他不对盘外，其他人都是不能结交他，就尽量不得罪他的。但看他不顺眼，甚至恨着他的人却大有人在。他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自身又有一身不错的功夫，想对他下手很难。他的车子都有防弹功能，难以对他下手，那就动他最心爱的人海童。现在管城人都知道他战印宠妻，海童出事的话，如同栽了他的命一样。会不会是宁太太做的呀？
海童想到的就是宁太太。战印沉默了片刻后说道：“现在我也说不准。不过自从你和宁二闹了矛盾后，我就让苏南安排人盯着宁总夫妻俩的了，他们并没有异常。彤彤，这件事需要调查才能知道幕后黑手。真正想对付的人是你还是我？”战印把洋洋放到身侧去，伸手揽住了海童，把海童扣入怀里，低沉的道：“别怕，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你一根手指头的。”海童仰头看他，担忧地道：“如果是针对你的，战印，你要小心啊！我的身份注定了我会被某些人盯着，我早就习惯了，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他们战家的孩子在进入商界之前，都被保护得好好的，外界的人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防的就是匪徒。兄弟几个都是打小就练拳脚功夫，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是让他们有自保的能力。虽说他们出入可以带着保镖，也怕有漏洞，有自保能力等于是多一条活路。”哎，海童靠在他的胸膛上，希望就是意外吧，不是什么阴谋。意外的话，只能说是他们倒霉吧，被拐子佬盯上。阴谋的话，幕后黑手一次不成功，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的阴谋。今天的事情闹得那么大，就算是阴谋，幕后黑手短期内都不敢再动手的了。被小姨和姨丈放到一边去，还被忽略了的洋洋，伸手推着靠在战印胸膛上的海童，在海童不解地坐正身子看他的时候，他却爬到了战印的大腿上坐着，小身子往后一靠，就靠在战印的胸膛上了，小脸上有着舒服的神态。哇，小外甥这是和他争宠了呀！洋洋，战印放柔了神色，低手在洋洋的小脸上亲了亲，柔声问着洋洋：“洋洋，你想学功夫吗？”姨丈，功夫是什么？你看过你小姨打坏人吗？哎，你小姨厉害不？她就是学过功夫才能打坏人的。洋洋没见过海童跟人干架的场面，不过海童踹向那个想抱他的陌生叔叔时，他是看着的，觉得小姨当时就勇猛得很。他就便点头：“姨丈，我想和小姨一样厉害，我要学功夫。”战印温和地道：“姨丈帮你请个师傅教你学功夫好不好？不过学功夫很累的哦，洋洋可不能哭鼻子，送他去学散打和跆拳道也可以的。”海童说道：“现在到处都有这种培训机构啊。”洋洋认真的道：“姨丈，洋洋不哭鼻子，洋洋要变得厉害，像小姨一样厉害。”战印笑了笑：“那好，姨丈帮你请个师傅回来，专门教你学功夫，又不会影响你9月份上幼儿园。”他又对海童说道：“培训机构学的那些也就是锻炼身体而已啊，要学很长时间才能像你这样，但你也只能对付一般的混混，遇到了真正厉害的人，人家一抬就能把你放倒。我们家男儿有练功场的，请了师傅回来，1对1的教着洋洋，比送他去培训机构学强得多，就是很辛苦，不知道洋洋能不能吃得下苦头。如果你们还是普通人，学不学功夫都无所谓。现在还是让洋洋学点功夫，有自保能力好一点。”战印一向喜欢洋洋这个外甥，也觉得洋洋是个可造之才，想着等到洋洋再大一点，就好好的培养洋洋的。现在不过是提前培养而已。也是啊，就按你说的去做吧。老公，谢谢你啊。战印愿意把洋洋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海童替外甥感到高兴，由衷的道谢。战印一手抱着洋洋，腾出一只手呢，轻点一下海童的鼻尖，说他平时叫我就是战印战印的。我说给洋洋请个师傅，你就叫我老公了。洋洋在你心里的位置比我还重吧？海童笑道：“一样重的，不，你重一点，你重一点。洋洋才多少斤呀？他多少斤呀？当然是他重一点。”战印哪有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宠溺的又点一下他的鼻尖。我不会吃洋洋的飞醋的。那就好，你要是连3岁孩子的醋都要吃，咱们以后生了宝宝，你就得天天泡在醋缸里。
我自己的孩子，我只有疼的份，不会和宝宝争宠的。战印觉得有了宝宝后，他疼爱宝宝都来不及，哪里会和宝宝争宠？当然了，他一向都做着被打脸的事。海童呵呵的笑。他独占欲强烈，不和宝宝争宠才怪呢。回到了市中心后，战印把海童姐妹俩都送回到明苑花园里。就老太太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老人家在明苑花园里等着呢。听到开门声，老太太就迎了过来，门一开，被海童牵着的洋洋就被老太太抱了起来。万幸呀，万幸呀！老太太叠声说道，又连声说了数次阿弥陀佛。商无痕兄妹俩也是跟着回明苑花园。商无痕和战印两个不对盘的大总裁，在这件事上难得的站在了同一条线上，要联手好好的调查这件事。如果是意外，以后出门带着保镖就好。如果是阴谋，定要把幕后黑手揪出来，才能杜绝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哇，动物园发生的事啊，很快就成了管城的突发新闻事件。由于战印和商无痕都带着保镖团去了动物园接人，被人拍到了，别人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出了事。那看到这起突发事件新闻的陆东明马上就猜到了是洋洋。战印夫妻俩还没有孩子，商无痕的孩子还在他老婆的肚子里呢，所以陆东明就猜到是洋洋。就只有洋洋出事了，战印和商无痕才会同时赶过去。一个是洋洋的姨丈，一个是洋洋的表舅。陆东明没有直接打电话给海玲，而是打给战印的。得到证实后呢，他在公司里就坐不住了，知道洋洋没事，但陆东明还是想亲眼看到洋洋才能放心。他撇下手里头的工作，匆匆地走出总裁办公室，却在电梯口遇到了母亲和于茵茵。